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李明华，从下周一开始，你的岗位将进行调整。安妮的声音冷得像3月的春寒，她的手指轻敲着桌面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李明华缓缓抬起头，42岁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。调整到哪里？这个人事经理老王在一旁支支吾吾。公司正在重新规划，具体安排还在讨论。安妮打断了老王的话，说白了，就是你的岗位被取消了。公司需要更高效的管理模式，你的工作内容将被重新分配。12年，李明华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整个会议室都静了下来。什么？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12年。李明华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领。那么，安总监，你想知道我这12年都在做什么吗？安妮皱了皱眉。我当然知道，项目管理、客户维护，这些工作任何一个 MBA 都能胜任。李明华笑了，那笑容里有种让人看不透的深意。是吗？那我们明天见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安妮来公司的第3个月，整个部门就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。她是总部从新加坡派来的副总监，履历光鲜的让人眼花。新加坡国立大学 MBA， 在跨国公司有8年管理经验，精通3国语言，年薪是部门其他人的2倍。各位同事，我是安妮。第一次部门会议上，她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深蓝色套装，站在会议室前端，声音清脆而有力。我来这里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要让我们的部门更有效率，更有竞争力。台下的10几个人面面相觑。李明华坐在最后一排，默默地记着笔记。我已经仔细研究了部门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。安妮点开了 PPT，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的组织图。坦率地说，我们的人员冗余度很高，很多岗位存在职能重叠。销售主管小张举起手：安总监，能具体说说哪些岗位重叠吗？比如项目管理。安妮的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了李明华身上。我们有3个人在做类似的工作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根据我的评估，1个人就够了。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项目管理岗位上，除了李明华，还有2个年轻的同事。李明华依然在低头记笔记，仿佛这些话与他无关。当然，安妮继续说道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优秀的，但优秀不等于不可替代。公司需要的是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人才配置。会后，同事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。他这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小张压低声音说，听说总部对我们部门的业绩不满意，派他来就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李哥怎么办？年轻的小刘担心地看向李明华，他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不会真的要被？别瞎猜。李明华收拾着文件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但私下里，李明华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在这家跨国贸易公司工作了12年，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做起，一步步成长为项目总监。他没有光鲜的学历，没有海外背景，有的只是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对业务的深度理解。安妮的到来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危机。第2周的部门例会上，安妮公布了她的效率提升计划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，我决定对部门结构进行调整。她的语气依然是那么冷静和专业。首先，我们将缩减项目管理团队，由我直接负责重要项目的统筹。李明华抬起头，安总监，
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哪些项目会被重新分配？主要是及客户的项目。安妮看着他，这些项目关系到公司的核心利益，需要更专业的管理。及客户，李明华重复了一遍这个词。那请问，你对我们目前的及客户了解多少？安妮显然没有料到李明华会这样问。我当然了解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好的，李明华点点头。那么请问，华润集团的项目周期是多长？他们的采购流程有什么特殊要求？安妮停顿了一下，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会逐步熟悉。中信建设的张总监有什么特殊偏好？他们公司的付款周期通常是多少天？李明华继续问道。李总监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吗？安妮的语气变得有些尖锐。会议室里的空气再次紧张起来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这场正面交锋的结果。李明华摇摇头，我没有质疑的意思，只是想确认一下工作交接的细节，毕竟这些客户关系到公司的切身利益。工作交接，安妮冷笑一声，李总监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搞错了什么？你的岗位将被取消，不是调整，是取消。安妮的话就像一记重锤，公司已经做出了决定。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李明华缓缓站起来，整个人的气场突然变得不一样了，那种平日里的温和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力量。安总监，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。你确定公司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？当然。安妮毫不示弱，这是总部的指示。李明华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会议室。但所有人都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。李明华被解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。不可能吧？李哥在公司这么多年，客户关系那么好，听说是那个新来的海归要立威，哪里个开刀？李哥人那么好，平时从来不和任何人争。议论声此起彼伏，但李明华本人却显得异常平静。他依然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按时参加会议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唯一的变化是，他开始频繁地接电话。喂，张总，是我，小李，王经理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？刘总，有时间吗？想找您聊聊。这些电话通常都很短，李明华的声音也很轻，但同事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电话的频率在不断增加。安妮也注意到了李明华的异常，他在搞什么鬼？他问人事经理老王。老王苦笑，安总监，李明华在公司12年，人脉关系很复杂，可能是在找下家。安妮打断了他的话，这很正常，被辞退的员工都会这样做，不是找下家。老王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闭上了嘴。安妮不知道的是，李明华接的这些电话都是客户打来的，华润集团的张总监是第一个打来的。小李，听说你们公司要换人对接我们的项目。张总，公司正在进行调整，具体安排还没有最终确定。小李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，我就直说了，我们只认你。如果换了其他人，这个项目我们就要重新考虑了。类似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中信建设的刘总，恒大地产的王经理，万科集团的李主任，这些都是公司的核心客户，也是李明华多年来悉心维护的客户关系。第3个星期，安妮开始感受到压力，几个重要的客户开始频繁地询问项目进展，有的甚至明确表示要见李明华。安总监，华润那边有些着急，他们想确认一下项目的具体安排。小张有些为难地向安妮汇报，告诉他们
项目一切正常，我会亲自负责。可是他们指明要见李总监。安妮皱起眉头，李明华马上就要离职了，让他们适应新的对接人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张总说，如果见不到李总监，他们要重新评估合作关系。这句话让安妮的心里一沉。华润集团是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，年合同额超过2000万。如果他们真的要重新评估合作关系，我去见张总。安妮做出了决定，但华润集团的张总监对安妮的到访并不热情。安总监，很高兴见到您。张总监的态度很客气，但话里话外都透着冷淡。听说小李要离开了？是的，公司正在进行人事调整，李明华的工作将由我来接手。您对我们的项目了解多少？安妮准备充分。华润集团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，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有3个，总金额2100万，预计完成时间。张总监打断了他。安总监，这些数据我当然知道，我想问的是，您了解我们华润的企业文化吗？了解我们的采购流程吗？了解我们对供应商的具体要求吗？安妮有些尴尬，这些细节我会逐步了解的。逐步了解。张总监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安总监，生意场上没有逐步了解这一说，要么你懂，要么你不懂。小李和我们合作了6年，他懂我们华润的每一个细节，懂我们每一个流程的关键点。您觉得您能在短时间内达到他的水平吗？安妮无言以对。张总监继续说道，说实话，安总监，我们选择供应商，看重的不仅仅是产品和价格，更重要的是信任和默契。小李用了6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，不是说换就能换的。张总，我理解您的顾虑，但是没有但是。张总监站起身来，如果小李真的离开了，我们华润可能要重新考虑供应商选择了。安妮心里一惊，张总，您这是？我这是在保护我们华润的利益。张总监的态度很坚决，商业合作不是儿戏，不能因为你们的内部调整而影响我们的项目进度。从华润回来后，安妮的心情糟透了，她意识到自己可能低估了李明华在客户心中的分量，但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，类似的情况开始在其他客户身上重复出现。中信建设的刘总直接表示，如果李明华离开，他们要暂停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。恒大地产的王经理更是直言不讳，小李走了，我们就找其他供应商。万科集团的李主任甚至主动打电话给公司总经理，询问李明华的去留问题。1个星期之内，安妮接到了总经理3次电话询问，安妮，客户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总经理，可能是客户对人事变动有些不适应，我相信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不适应？总经理的语气有些严厉。华润威胁要更换供应商，中信要暂停项目，这是不适应吗？这是要造反。安妮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李明华到底在客户那里有什么影响力？总经理继续问道。我正在了解。你不是说他的工作任何一个 MBA 都能胜任吗？安妮哑口无言。电话挂断后，安妮坐在办公室里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。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李明华的价值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。危机在第4个星期全面爆发，华润集团正式发函，要求暂停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，直到人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。中信建设紧随其后，宣布取消原定的2个新项目招标。
恒大地产更是直接，他们开始接触公司的竞争对手。一夜之间，公司损失了超过5000万的业务。总经理紧急召开高层会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总经理的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一个项目总监的岗位调整，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连锁反应？安妮坐在会议桌前，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。她知道所有人都在等她的解释。总经理，我认为这是客户对变化的正常反应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。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信一些。正常反应？销售总监忍不住了。安妮，你知道华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？那是我们最大的客户。我当然知道华润的重要性。你知道个屁！销售总监彻底爆发了。李明华在华润经营了6年。6年？你以为客户关系是过家家吗？请注意你的措辞。安妮也怒了。我是按照公司的效率原则进行人事调整，这有什么错？效率原则？财务总监冷笑一声。1个星期损失5000万业务，这就是你的效率？会议室里的气氛剑拔弩张。总经理敲了敲桌子，够了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关键是要解决问题。怎么解决？安妮问道。很简单。总经理看着他，让李明华回来。什么？安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总经理，这等于是推翻了我的所有改革措施。改革？总经理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。安妮，我派你来是要提升部门效率，不是要搞砸所有的客户关系。但是总经理，如果现在让李明华回来，我的威信何在？其他员工会怎么看？威信？总经理站了起来。安妮，在商业世界里，威信是靠结果建立的，不是靠权威。你搞砸了5000万的业务，还谈什么威信？安妮感到一阵眩晕，她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没有时间了。总经理的话斩钉截铁。华润明天就要最终答复，过了明天，我们可能就彻底失去这个客户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安妮独自坐在办公室里，望着窗外的夜景，心情复杂极了。她是带着改革的使命来的，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的，是要让这个部门焕然一新的。但现在一切都变成了泡影。更让她难堪的是，他必须向李明华低头。第二天一早，安妮找到了李明华。李明华正在整理办公桌，准备搬离。看到安妮进来，他抬起头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李总监，我想和您谈谈。安妮的声音有些干涩。请说。公司希望您能留下来。李明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留下来？是的，您的岗位暂时不调整了。李明华笑了，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。暂时不调整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安妮有些语无伦次。公司经过慎重考虑，认为您的工作很重要，不应该轻易变动。安总监，李明华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您觉得我会回来吗？这个问题让安妮一怔，她突然意识到，经过这1个月的折腾，李明华可能已经对公司彻底失望了。李总监，我知道我们的做法可能有些草率，但是请您相信，公司是真心希望您留下的。李明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缓缓摇头。安总监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，就很难回头了。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……李明华站了起来。我需要考虑。考虑多长时间？我不知道。李明华拿起自己的包。也许1天，也许1个星期，也许……他没有说完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安妮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。她感觉到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从她的手指间溜走，而她却无能为力。
当天下午，华润集团的张总监亲自来到公司，要求见李明华。张总，李总监今天没有来上班。老王小心翼翼地解释，没来上班。张总监皱起眉头，他是不是已经离职了？这个还没有正式离职，但是什么？老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张总监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如果小李真的走了，我们华润的决定不会改变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离开。张总，请等一下。安妮匆忙赶来。我是安妮，我们之前见过面。安总监，你们公司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张总监直截了当地问道。我们正在处理一些内部事务，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很快是多快？安妮咬咬牙，明天一定给您答复。张总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了。看着张总监离去的背影，安妮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。她意识到，明天将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时刻。但李明华会回来吗？更重要的是，即使他回来了，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尽心尽力的工作吗？夜幕降临，安妮独自坐在办公室里，望着满桌子的文件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想起刚来公司时的雄心壮志，想起自己制定的那些改革计划，想起总经理对她的期望，但现在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。更让她不安的是，她隐隐感觉到李明华手里可能还有什么牌没有打出来。那个看似温和的中年男人，那个被他轻视的本土员工，也许从一开始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刻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李明华出现在公司门口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包括安妮。他立刻通知华润的张总监，告诉他李明华已经回来了。很好，张总监在电话里说道，我们10点钟过来开会，讨论项目的具体安排。9点半，安妮找到李明华。李总监，华润的张总一会儿要来开会，您看。我知道。李明华的态度依然很平静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太好了。安妮如释重负。您需要我配合什么吗？李明华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勾起一丝机不可察的笑意。不用，我自己处理就行。10点钟，华润集团的张总监准时到达。他直接找到李明华。小李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张总，应该的。李明华和张总监握手。我们去会议室谈吧。安妮也要跟着进去，但李明华轻声说道，安总监，这个会议比较专业，可能不需要您参加。可是安妮有些不甘心。放心，会议结束后我会向您汇报的。李明华的态度很客气，但语气中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安妮只能眼看着李明华和张总监进入会议室，而她被拒之门外。1个小时后，会议结束了，张总监满面笑容地走出来，和李明华热情地握手告别。小李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张总监拍拍李明华的肩膀，我对你有信心，谢谢张总的信任。张总监离开后，安妮迫不及待地问道，谈得怎么样？李明华整理了一下文件，很顺利，华润同意继续合作。太好了。安妮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具体的合作细节是，安总监，李明华打断了他的话，有些事情我需要向您汇报一下。什么事情？李明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递给安妮。安妮接过文件，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这是一份工作交接清单，但上面的内容却让她震惊不已。他这才意识到，李明华这1个月来的平静，可能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安妮颤抖着手翻开文件，里面的内容让她目瞪口呆。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交接清单，而是一份详细的客户关系分析报告。
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一个重要客户的具体情况，关键决策人的个人喜好、采购习惯、付款周期，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状况和个人爱好。华润集团张总监喜欢喝铁观音，女儿在美国留学，每年3月会去日本赏樱，对供应商的要求极其严格，但一旦建立信任关系，就会长期合作。中信建设刘总，典型的北方性格，直爽但容易冲动，最看重的是诚信。曾经因为一个供应商的小小失信而终止了千万级的合作。恒大地产王经理，细节控，会亲自检查每一个环节，工作压力大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最讨厌在非工作时间被打扰。这样的记录密密麻麻有10几页，涵盖了公司所有的重要客户。每一条记录都是李明华在过去12年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但让安妮真正震惊的是文件的最后一页，那是一张表格，标题是客户关系转移计划。表格上清楚地列出了每一个客户的转移难度评级，以及极难转移、华润集团、中信建设、恒大地产。这些都是公司最重要的客户，占总业务量的60%以上。B 级较难转移，万科集团、绿地控股，这些客户占总业务量的25%。C 级可以转移，剩下的一些小客户只占总业务量的15%。在 A 级客户的备注栏里，李明华用红笔写着：这些客户只认人不认公司，如果我离开，他们100%会更换供应商。安妮的手在颤抖，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客户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，不是因为他们对变化的抗拒，而是因为他们真的只认李明华。这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安妮的声音有些颤抖。1个月前。李明华的回答很平静。就在您宣布要调整我的岗位之后，您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李明华点点头。12年的时间，我对这些客户的了解可能比他们对自己还深。我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安妮感到一阵眩晕，她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和一个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的对手博弈。他以为自己拥有权力和职位的优势，却不知道李明华拥有的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力。那您为什么不早点拿出这份报告？拿出来有用吗？李明华反问道。您会相信一个任何 MBA 都能胜任的员工的判断吗？安妮哑口无言。她想起自己那些自信满满的话，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的可笑。而且李明华继续说道，有些事情需要让各方都亲身体验一下，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价值。各方，公司高层、客户，还有您。李明华看着他，只有当大家都感受到了失去的代价，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安妮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道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很简单。李明华收起文件，我们需要重新制定一个合作方案。合作方案？是的，你有管理经验和国际视野，我有客户资源和本土经验。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合作，而不是相互替代，这个部门的确可以变得更有效率。安妮眼前一亮，她没有想到李明华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，居然还愿意和他合作。您为什么愿意和我合作？李明华笑了笑，因为我看得出来，您是真心想要把工作做好的，虽然方法有问题，但动机是好的。可是我之前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李明华打断了他的话，重要的是未来怎么做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李明华详细向安妮介绍了每一个重要客户的情况，
他的记忆力惊人，对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华润的张总监虽然严格，但他很尊重专业精神。只要你展现出足够的专业素养，他会逐渐接受你的。但这需要时间，至少要半年。中信的刘总性格直爽，不喜欢复杂的流程，和他打交道，最重要的是要直接、简单、诚实。恒大的王经理工作压力很大，我们需要想办法帮他减轻压力，而不是增加他的负担。安妮认真地记着笔记，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敬意。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专业，什么叫做经验的价值。李总监，我想向您道歉。安妮放下笔，认真地说道：我之前的做法太草率了，没有充分了解情况就做决定。李明华摆摆手，道歉就不必了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向前看。那我们的合作方案具体是什么？李明华拿出另一份文件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负责客户关系维护和重要项目的执行，您负责部门管理和流程优化，我们分工合作，发挥各自的优势。安妮仔细看了看方案，发现这个安排很合理。李明华负责他擅长的客户关系，他负责他擅长的管理工作，这样既能发挥各自的优势，又能避免冲突。这个方案很好。安妮点点头，但我有一个疑问。什么疑问？如果我们这样合作，您在客户那里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，而安妮有些担心，我会不会变得可有可无？李明华看着他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安总监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请说。您来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什么？安妮想了想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为公司创造更大的效益。那您觉得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最好的实现这个目标？当然是……安妮说到一半停住了，她意识到李明华想要表达什么，当然是让整个部门的业绩提升，让公司获得更大的收益，对吗？李明华接过话头，如果我们的合作能够让部门业绩翻倍，让公司的利润增加几千万，您觉得高层会怎么评价您的工作？安妮恍然大悟，她一直想着要替代李明华，要证明自己比他更强，但她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：商业世界里，结果比过程更重要。如果他和李明华的合作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，那就是双赢。我明白了。安妮点点头，我们开始合作吧。3个月后，部门的业绩报告出炉了，总业务量同比增长 35%， 客户满意度达到历史最高的 98%， 新签约客户数量增加了20个。在公司的季度总结会上，总经理当众表扬了李明华和安妮的合作。这个季度，我们部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，这离不开李明华总监和安妮副总监的密切合作。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优势互补，什么叫做1+1大于2。会后，安妮找到李明华，李总监，谢谢您。他的语气很真诚，如果没有您的帮助，我不可能这么快适应这里的工作。李明华笑笑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应该相互帮助。但我还是想知道，安妮有些好奇，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和我合作？您完全可以趁机要求更高的职位或者更好的待遇。李明华沉思了一会儿，您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工作了12年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，喜欢和客户打交道，喜欢解决问题的成就感。李明华的眼中闪着光芒，职位和待遇当然重要，但他们不是我工作的全部动力。安妮点点头，她开始理解李明华的价值观了。而且，李明华继续说道，我觉得您身上有一种很难得的品质。什么品质？
学习能力。李明华说道：“您虽然犯了错误，但您能够承认错误，能够学习，能够改变，这在职场上是非常珍贵的品质。”安妮感到一阵温暖。这3个月来，她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不仅仅是业务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对职场关系和人性的理解。李总监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请说。您说您1个月前就写了那份客户分析报告，那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所有的事情？李明华摇摇头，没有计划，只是准备。有什么区别吗？计划是要控制结果，准备是要应对变化。李明华解释道：“我不能控制您的决定，不能控制客户的反应，不能控制公司高层的态度，但我可以为各种可能的情况做准备。”安妮若有所思：“所以您写那份报告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真实的情况？”对。李明华点点头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被表面现象迷惑，会高估或低估某些事物的价值。我只是帮助大家看到真相而已。那如果当时公司坚持让您离开呢？李明华笑了笑：“那我就真的离开。天涯何处不是家。对我这样的人来说，找工作并不困难。”安妮佩服地看着他，她意识到李明华的强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专业能力，更在于他的心态。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，这种自信来自于对自己价值的清晰认知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安妮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您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”李明华想了想：一个有能力但缺乏经验的年轻管理者，有很大的潜力，但需要时间成长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李明华看着他，现在您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一个我可以信任的同事。安妮感到一阵满足。这3个月的经历对她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成长。她学会了尊重经验的价值，学会了在合作中寻找共赢，学会了把结果放在个人面子之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领导力。真正的领导者不是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，而是要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强。2年后，安妮被提升为部门总监，李明华成为公司的资深副总裁。他们的合作模式被公司推广到其他部门，成为了一个经典案例。在安妮的升职庆祝会上，李明华举起酒杯，祝贺安妮总监，也感谢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安妮问道。真正的强者不是要打败所有的对手，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李明华笑着说道，包括那些曾经想要打败你的人。安妮也举起酒杯，那我也要感谢李总裁，感谢您教会我什么叫做格局。格局，是的，安妮认真地说道，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当一个人真正强大的时候，他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相反，他会帮助别人一起成长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整个团队才能变得更强大。李明华点点头，这就是我想要的职场关系，不是零和博弈，而是共同成长。多年后，当安妮回忆起这段经历时，她常常会想起那句话：明天你就清楚了。她终于明白，李明华说的明天，不仅仅是指第2天会发生什么，更是指时间会证明一切真相。在这个快节奏的商业世界里，人们往往急于证明自己，急于获得认可，急于取得成功。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需要时间来积淀，需要耐心来经营，需要智慧来维护。李明华用12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网络，不仅仅是商业资源，更是一种信任和默契。这种关系的价值，不是短期内可以替代的，也不是简单的学历和头衔可以比拟的，
而安妮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：尊重每个人的价值，寻找合作的可能，把个人的成功建立在团队成功的基础之上。这或许就是现代职场最需要的智慧，不是要证明谁更强，而是要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